龙子说很近，结果他们走了有1个来小时。就在李刚感觉自己气都跟不上时，终于到了一片相对较空一些的地方。林浩这回也冒了汗，没办法，林子里捂得慌。今天本就没啥风，林子里更是一丝风也感受不到。有，还真有。没一会，张哥低头就发现了一朵。林浩也在附近找了起来，这次他没有落空，也是因为这片窝子不少。很快他也找到了一丛，大概有4、5朵的样子。张哥，这是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棒膜。真膜和鱼黄膜区别还是蛮大的，未完全开散的情况下，更像松茸的样子，表面也没那么光滑，带着深浅不一的条纹，颜色浅土黄色，中间的小柱子还蛮高的，接近土壤的基部，明显要粗些。系统对其的介绍，相较于黄膜评价更高，食补功能也更多，对羊癫疯、沟窝病都有辅助的秩序作用，还可以预防夜盲、视力减弱，甚至对呼吸道传染病都有较强的预防作用。系统给的估值也高于鱼黄膜，达到11块1斤。张哥，这个比鱼黄膜贵吧？贵了有50%啊，差不多能有个10来块1斤吧。而且这玩意在我们这才算真正的山珍。鱼黄膜现在人工培育的太多，这玩意没有，只有野生的。张哥，这座大山是宝藏啊，我感觉1年忙下来也不如赚。张哥咧嘴苦笑，赶山也危险的，每年都听说有走丢的，或者被大动物咬伤的。再就是适合赶山的时间也就那么点，人多竞争也大，想能赚太多不可能，但勤快些，总不可能饿着。两人一边找一边聊着，结果正在歇息的李刚又一次传来了大叫声：快看我发现了啥！林浩那个郁闷啊，妈的，搞得你像位面之子一样，做那就把山珍给找了。林浩和张哥走近时，栾荣已经矮下身开始在采了，大小一起也就5、6朵的样子，整个形状就像是大号的银杏叶子，伞盖和伞柱呈褐红色，自伞中心往边缘颜色渐浅，到最边上呈淡黄或渐白色。这是灵芝，不过林浩不知道是哪一种灵芝。灵芝的种类太多了，而且大部分灵芝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玄乎，根本没有采摘的价值。不过此刻从栾哥那小心境上可以看出这是好东西来着。栾哥，是好东西吗？李刚面上难掩笑容，问此话时还贱兮兮地看了一眼林浩，那意思就是就算我歇着也比你的收获多。挺好，这是红灵芝，野生成熟的，相当值钱。栾荣说着，还在一颗最大的灵芝上用手沾了一点，就这么嘴里嘬了嘬，又才接着道：起包了，品质不错，估计能卖到500块1斤。听到价格，林浩有些失望，才500块呀，这里5、6朵加一起估计也才半斤多点，还以为价值连城呢，搞半天才值个300来块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如果赶山每一天都能发现几朵这样的，再加上军模的收获，对于普通人来说那也是相当可观了。栾哥，这有多少年？就是今年的。这种灵芝41年生的，我们土话叫红灵芝，学名好像叫赤灵芝，也叫丹芝，也是为良药来着，可以治心气郁结，听说还能增强记忆力。包子是啥意思啊？林浩接过一朵细看片刻，具体名称、功效包括价格，系统已经给了他答案，倒是对栾哥所说的包子不是很理解。栾荣用手轻蘸了一点灵芝盖上的细微粉末，这是代表灵芝成熟了，就跟蒲公英一样，这玩意儿散落出去就可以繁殖。所谓的孢子其实就是灵芝的卵形生殖细胞，这同样也是好东西，可以保护肝损伤、抑制肿瘤的。这个树根总共长了6朵，栾哥采下来4朵，还有2朵中等个头的留了下来。李刚见此愣神道：这个还要留种？林浩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心想栾哥还不错，还知道可持续发展。栾荣哈哈大笑，拿出装进篮子的1朵和没采的对比，这2朵还没熟，采了也没啥用。这个很好辨认，靠近伞盖边缘颜色越深，成熟度就越好。这2朵边缘还泛白，这就代表还没熟，要再过个1周时间。两人这才恍然。张哥笑看着龙子道：这是你的窝子，回去称重算账。可别，窝子是我的不假，但我在这里可从来没采过灵芝，这是刚子兄弟运气好，收获自然要算他的。都别客气，咱回去再说。李刚咧着大嘴边笑边说着，他也是不缺钱的主，肯定不会让他们吃亏的。接下来去呢？套一趟人参窝子，试试咱运气怎么样。剩下的时间就去做树林子，采点猴头回去煲汤。张哥的话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同。先是栾荣贡献了自己的窝子，离这也不远，也就是前年他发现那个6品叶的地方，走路1个小时就能到，而且和去做树林是同一个方向，也顺路。你行不行？不行让你战哥背你一段。没事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忍着腿上的酸疼，这要是被人背下山，那就太丢脸了。下山到底还是要省力些，
上来时看着一直在走，好像走了很远，但其实一直就在林子边打转，并没有深入到林子深度。近5点钟，他们终于到了车边，将东西卸下，当即开车往家赶。天色完全黑下来，他们一行才到家。媳妇儿，鸡炖了没？炖了有2小时，你们再不回来，肉都要炖散了。栾荣媳妇说着，便接过栾荣挑拣出来的猴头菇，又对着众人道：“你们快洗洗，马上就能吃饭了。”上桌之后，栾荣媳妇先给林浩和李刚各盛了一碗鸡汤，里面还飘着撕碎的菇子。尝尝吧，咱这也没啥好招待的，想一口好的，还得自己劳心劳力的上山。嫂子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给你们添了麻烦倒是。别客气，一客气就显得特假。一人喝碗汤，咱再开喝。桌上的菜除了昨天捕的鱼，还有就是卤的大骨头棒子和炖的鸡汤。本地人的做法，先将大骨头棒子微卤一下，然后再跟酸菜放一起炖，还别说味道真不赖，酸咸适中，一点不腻。明天龙子你就别搁这赶山了，小站陪着我们就是。你明天看能不能打来野味，昨天吃鱼，今天吃山货，明天给我这俩兄弟也安排点不一样的。放心吧，春哥，我看能不能打几只飞龙。飞龙是啥？林浩本想问，结果被李刚抢了先。一种野鸡，学名好像叫花尾真鸡，啧，那味道可是绝了，鲜的你都不想咽下去。有句俗语叫天上龙肉，地下驴肉，所谓的龙肉就是指飞龙，它跟家禽不一样，肉是雪白的。不过要吃这个就得看龙子的本事和运气了。李刚听得咽了一口口水，巴巴地看着龙子。龙哥，咱以汤带酒走一个。龙子不免苦笑，春哥你真会给我下套，那飞龙可没那么好碰着，就算我要出钱收，也没地儿买去。张哥嘿嘿笑了一声，不算给龙子下任务，但多少得让他有点压力，别拿只獾子就想对付过去。林浩尝了一口猴头菇，爽滑鲜嫩自然没得说，但好像也没有太过特殊之处，倒是细品之下还有一丝微微的苦味，但并不明显，可以接受。栾荣媳妇又说了一个消息，昨天邻村的一头牛在西南那片山走丢了，今天上午10几个村民才找到，找到时已经只剩下一只没肉的牛腿，被老虎吃了。李刚瞪大眼问道：应该是的，这不稀奇，在本地老虎祸害家畜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不是，一头牛那么大个，一只老虎1天就吃完了。林浩也很是好奇，一头牛少说也有300-500斤吧，老虎的饭量这么大的吗？而且他也知道，一般固定的区域内是不会出现成群的老虎，通常都是一只，除非是特定的交配季节才会出现1公1母。一山不容2虎，便是这么个理。老虎也聪明着呢，它会把吃剩下的肉藏起来，一般会叼着远离作案现场，就是怕其他动物来偷抢。龙子作为老赶山人，对于山里攻击性较强的动物都有一些了解。其实老虎不是恶极了，一般也不会攻击人类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人类同样危险。老虎还好，最烦人的是熊瞎子，养蜂人都恨死了。这帮家伙经常来祸害蜂箱，不仅偷蜂蜜，还把蜂箱都给端走扔了。渐渐，酒桌上的氛围就热闹起来，听得林浩和李刚一愣一愣的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栾荣让大家排队洗澡，累了就先睡。